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大盘鸡啊。鸡用的是咱们林大哥农场的鸡，那这个呢是嫂子看到我做了个手术，特意把他们家成了精的6岁的老公鸡送过来，让我补补身子。谢谢林大哥和嫂子。那我们第一步先来和面。大盘鸡下面我要铺一层自己做的面，那因为就够我们1顿吃的，我就手和就行了。首先在面里面放上盐，然后加水，我们把它和成面团。这点面不足以动用我的和面机，就手和就行了。我们醒面10分钟，再来把它揉光。醒面的时候，我们先给我们的小鸡做一个美甲，把它的指甲剪掉，然后我们再把它的清理一下。那拆解大块的部分呢，已经完成了。富贵因为觉得太过于血腥，所以怕引起大家的不适，就没有拍。但是呢，我喜提了2个鸡佛本佛，从来没有见过，就是本佛，然后鸡胗、鸡心，还有鸡肝儿。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大块给它斩成小块，磨刀霍像这只鸡。刚才我先去磨了个刀，毕竟是一只老鸡嘛。鸡的部分已经斩完了，我们给它泡一下水。那个鸡泡上血水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团再给它揉光滑。那现在呢，它就比较好揉了，因为它已经醒了20分钟面了，它就比刚才要更加的好揉，就很快就可以揉光滑。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配菜了。配菜呢，我已经洗好了洋葱、青红椒、土豆、小葱还有姜。那这是一个一锅出的菜哈。一盆里边既有碳水又有肉又有菜。那我们现在在拆解这些菜之前，我们先把面给揉好。哎，这个面团会，我们把它再揉一下，然后把它擀成一个条。面团经过2次醒面就已经变得非常光滑了。现在我们就要像包饺子一样把它分成剂子。这样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给它分成几个等份。切成条以后呢，我们把它放在盘子里，底下一定要喷油，要不然它会粘脸。面团每一面都沾上油，放在盘子里，或者是这个像我就用密封盒、密封盘里。这些面团我们现在就盖上保鲜膜，让它松弛40分钟。泡过水的鸡呢，我现在洗干净，正在沥水，待会儿我们要炒它。那炒鸡呢，需要用到的配料呢有辣椒、孜然、花椒、八角、香叶。1小段桂皮、葱姜蒜，还有1小块郫县豆瓣酱，一丢丢的糖，因为我们要用它来炒糖色。我们现在锅里呢已经倒上油了，等油热以后，我们就可以把糖倒进去来熬糖色。那熬糖色呢一定要是小火，因为稍微大一点火它就有可能糊掉，所以我们要有耐心的等它慢慢的炒。锅热以后，我们把糖放进去。这个糖它熬完糖色其实没有什么味道，就不会说特别甜啊什么的。糖色的颜色稍微上了一点了，我们再把它熬深一点，稍微熬深一点，就可以把鸡肉下去。糖色熬成焦糖色，
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可以把控好水的鸡放进来炒。翻炒了将近10分钟，因为它这个鸡会出水，然后把水分炒干以后，我们就把各种的料放进去，然后再加一点酱油，继续翻炒，把这些料爆香。然后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豆瓣酱放进去，也给它爆香。这个呢就要转中火一点，因为这个豆瓣酱呢，它如果温度太高的话，会容易扒锅。等这里边所有的香料都爆香以后，我们要往里加入热水。没过它的热水，然后我们稍微炖煮一下，我们就要把它移到我们的高压锅里面。这个高压锅呢是人伟送给我的，自从他来了以后呢，他和我的大头男朋友一样忙，基本上我每天都在用它。像那些比较难炖煮的猪蹄儿啊、什么牛尾啊，它放到这里边20分钟、30分钟就好了。要平时都要炖个2小时之类的。那因为这个老公鸡它的肉质比较硬。有点像翻鸭呀，所以我们还是用高压锅来炼化它。现在已经挪到高压锅里面了，然后呢，我们再往里加半罐啤酒，剩下的半罐呢，不至于半罐吧，1杯吧。渴死我了。把啤酒加进去。然后我们把盖子盖上，开始给它设定时间，高压、高火，看来个36分钟吧，37分钟吧，39， 39就39。好，然后我们就等它自己在这里高压锅炼化这只老公鸡。趁着高压锅在运作的时候，我来切一下这些配菜。需要的配菜已经切完了，我们把水煮上，待会儿用来煮面。彩椒，这哪来？是彩椒，补充维生素。买个彩椒吃。现在这个高压锅呢，它就已经压完了，它在自动放气，这里放出气。这个高压锅呢，它如果没放完气的话，它是打不开的。然后呢，也可以手动摁这个中间这个钮，让它自己放气，就是人工放气。然后等它全部放完气以后，我就可以把这个锅打开，然后我们进行下一步操作。然后，哇，好香！这个锅的功能非常强大，它有这3个功能，一个是慢炖，一个是炖煮，还有一个是高压。这个就是保持温度。我们下一步呢，就是用这个锅的本身自带的炖煮功能，来把我们的配菜做好，顺便收一下汤汁，这样就不用再倒来倒去，这个锅倒来倒去了，我觉得还不错。我们先选择炖煮，嗨，弄一个随便弄一个时间就好了，因为我们要开着这个锅盖，30分钟开始。然后我们先把土豆放进去。等土豆炖一个差不多
10分钟的时候，我们再把其他的配菜放进去。这个时间呢，我们先去准备我们的面。我们先在我们的面板上喷一层油，然后把我们醒好的面条拿出来，一个一个拿出来，把它压一下，这样待会儿扯的时候就好扯。把它压长一点，每一个都把它压一下。它这个面呢，就是如果醒的时间越长，它越好扯，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到冷藏里，然后过夜。就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喷上油，要不然它就全部粘在一起了。这就叫拉条子。这就叫拉条子吗？是。不，这不叫扯面吗？不叫扯面吗？我也不知道这叫啥，反正就是，我觉得这样做的面还蛮筋道，蛮好吃的。如果嫌这个面太宽的话呢，可以在压到这个程度的时候，用筷子压一下，中间压一个条缝，这样扯完了以后，中间就可以给扯开。我呢是比较喜欢吃宽的面哦，叫裤带面，所以就给它就这样就好。一个叫2宽，我这叫2宽吗？你要吃毛细吗？只要给它松弛好了，松弛时间够，它就能扯得很长，它就不会扯断。你先给它都摆好，什么火车似的？火车停车库。行，你这想法太独特了。门倒车。你看还有那个哨啊，那个哨，奋起湖的哨，奋起湖火车的哨。门进站，火车进站，火车入库。好，最后一根火车。什么最后一根火车呀？最后一根面，真讨厌。如果对这个扯面不自信的话，也可以用擀的。但是其实如果松弛够时间的话，至少要1个小时哦。这个松弛这个面，松弛够的话，其实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拌一下，然后我们来煮面。我突然发现任伟给我的这个高压锅和我们的这个最爱的气泡水机器居然是同色系同款，有没有？都长得很漂亮，这个也是我的心头好。上次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我真的是非常喜欢它。我们现在来煮面啊，那个煮面的锅还是我刚才炒鸡的锅，我还没有洗，正好煮完面，这个锅也就洗干净了。咱能少洗一个锅是一个锅啊。那这个面我们就可以先下去煮了。稍微扯一下就行。我比较喜欢吃，比较有厚度的面，所以其实稍微扯一下就可以。这叫裤带面，像不像裤腰带？2宽。2宽吗？其实慢慢拉还能拉得更长，拉得更薄，但是我喜欢吃稍微有点厚度的面。土豆炖了差不多10分钟，我们把所有的剩下的配菜放进去，搅拌一下，稍微断生就可以出锅了。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青红椒啊、洋葱，就是稍微脆爽一点，我不喜欢它太烂。稍微炖煮一下就可以出锅了。然后我们的面也刚好煮好了，我们把面捞出来，可以过凉水，也可以不过凉水。大盘鸡的面已经盛到了大盘里，现在就把大盘鸡的鸡也盛到大盘里。大盘鸡一锅出就完成了。天啊，我们现在每天就是变着花样喝这个气泡水，因为打这个气泡的过程对我来说特别治愈啊。关上门。听到这个嚓一声，就说明打好了。啊，有没有？超级无敌的快。然后我们今天喝的是百香果汁，冻的冰块，然后放上我们的气泡水。吃吧，富贵儿。是，这品相非常不错。
这样不错哈。嗯。一锅出，把这个面先捞出来。等这口面等的我。对我来说，大盘鸡的精华就是这底下铺了的面，我就特别爱吃这底下的面，因为它每一个面都吸满了汤汁。好吃。好吃吗？好吃。味道怎么样？够味儿吗？没问题，够。我尝一下这个鸡。哦，辣辣的。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辣点吧。还可以再辣点。哦，你挺厉害啊。我这个鸡也好吃。这个鸡呢，它就是特别的香，而且呢特别有嚼劲儿。因为像普通的鸡，如果做大盘鸡的话，炖个20分钟就差不多了，就是不需要那么炖煮那么久。那像这种老鸡呢，它就需要高压锅去帮助它变软烂，但是因为它是这种老鸡，就像番鸭一样，它是久煮不烂的，它不会就那种散开烂掉，还是一个就是口感吃起来还是非常的入味儿有嚼劲儿，就反正就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口感。我觉得这好吃啊。对，是不是啊？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吧，就是你可能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新疆去，你不如新疆的大盘鸡。那但是你在美国的大盘鸡，你就完胜他们。咱也不至于，咱谦虚一点，谦虚一点。差不多，至少你完胜洛杉矶的大盘鸡。你没看我做的时候，我说今天我们来做大盘鸡，我都没有说今天来做新疆大盘鸡，因为我并没有吃过正宗的去新疆吃过大盘鸡，所以我说的都是大盘鸡。洛杉矶大盘鸡，王氏大盘鸡。可以，没问题，完美。这个面可太好吃了。你看我炒的糖色，它也尝不出甜来，对不对？只有一点点就是提鲜的那种糖的味道，没有说特别甜。这个面好吃，这面好吃啊，面特别有那种嚼劲儿，特别筋道，特别筋道，然后都裹满了汤汁，裹满了鸡味儿。然后这个面可以做，油泼面，就是煮完了以后，然后上面放点辣椒面啊，放点盐，油泼一下也特别好吃。对，你说这个做牛肉面是不是也行？我觉得做牛肉面也行，也可以。但就是我觉得牛肉面还是拉面更好，就那种细面更好一点。完美。这个面，这个鸡，这鸡真的好好吃啊！你看这鸡的口感有点像，就是炖的软烂入味的牛肉，耐咬，但是呢它又很烂。我觉得你还是块儿大，主要这个鸡剁起来太费劲儿了，就不像我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剁那鸡都是很快的，我剁鸡是很快的。但是这个鸡因为年龄太大了，所以我剁不太动它。咱们刀也不好。那个刀，今天有点钝，应该再磨一磨。等下次好好磨一磨它，我们再继续，好吧？成功，今天大盘鸡，谢谢大家，拜拜。瞬间空盘。